这里是南投县信义乡的东埔国小，全校有80几个学生都是布农族，所以这里的母语课程教的是布农语。马彼得是东埔国小的校长，常年关注布农族的传统文化。他发现时代快速变迁，让孩子们对于母语毫无兴趣。更严重的是，过去对于人、对于自然的尊重与包容都一起消失了。东埔部落随处可见族人们种植的经济作物，这改变了过去共享土地与食物的传统，造成人跟人的关系逐渐冷漠，改变了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。现在种的是经济作物，想的不是说我只要有东西吃就好，在想的是我要有很多的钱。过去那份人跟人之间的互动不见了，其实那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。所以我希望借由合唱，去找回那个群体的生活，就是把人跟人的关系，重新把它建立起来。1、2、3、4，来。玛纳沙里，玛纳沙里，玛纳沙，哦，不要，没有气嘴。早在还没有学校的年代，没有文字的布农族就靠着歌谣来教导小孩了。马彼得在学校里成立了一个合唱团，希望学生能从中学习到互相分享、互相尊重，这正是传统部落生活的核心价值。但是这些现代布农族小孩对于古老的歌谣不但陌生，而且也不知道该怎么唱。现在的布农族年轻人唱歌，只是把那个旋律唱出来，它少了一份文化生活的一种经验跟体验，所以没有办法把那种歌的味道唱出来。所以我这几年来，为什么我常常会办这样的东西？比方说回老部落，其实真的是要去找那种感觉。马彼得带领学生们展开一趟寻根之旅，他们驱车前往祖先100年前的居住地，要重新体验过往布农族在山林里的生活。我们现在跟我们的祖先告诉他说，我们来了，想要学习祖先的智慧，怎么样在大自然里面生存，怎么跟大自然共生共存。我们现在要开始跟我们的祖先来讲话。Naasam untuk mapasado mas, mala untuk adi dapat sana hai tak ada mas untuk imuto memakwa madengas. Sahinda，这咬的话要怎么办呢？马彼得邀请布农族的猎人来教导学生们山林的智慧。课程包括了认识植物、制作陷阱到打猎的禁忌。其中让学生大为惊讶的是，在布农的传说里，许多的动物、植物都是人变成的，所以他们的祖先对于天地万物都是抱持着互相尊重的态度。这群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常常出糗，但仍旧兴致高昂。大自然的声音让你听了觉得很轻松，再来很愉快，还有全身暖和起来，哇，真会形容。我们的祖先哈，从大自然这样的和平里面学习一件功课，用在他们的生活，就是什么呢？唱歌。我们的祖先唱歌的声音是来自于自然，是学习大自然的声音。马彼得要求学生唱歌时要聆听别人的声音，
更要聆听大自然的声音，因为布农族的合唱不是为了要表现自己，而是追求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。我们也可以这么说，那就是要把所有人的声音变成只有一种声音，那就是大自然的声音。从寻根之旅回来之后，马彼得加紧练习的脚步，要让学生凝聚成大自然的和谐之音，同时也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合唱大赛。马彼得不是音乐科班出身，他其实是一位体育老师。常常有人怀疑他怎么会教合唱团，他总是笑着说，他们真正的老师是那些虫鸣鸟叫、溪流和山林。别把车弄坏了哦！真要买那么小的车。对了。练唱以后，为了不让学生摸黑走半小时回家的山路，这位校长还得兼司机。他最高纪录可以一次载17位学生。我们发现，马彼得还真像是这群学生的孩子王。求神赐给我们能力、胆识、勇气，让我们快乐的唱。马彼得与学生们练习了1年，准备要在大家面前出世提升。今天是全国合唱比赛，东埔国小能够用大自然的声音脱颖而出吗？2号东埔国小，请上台。合唱对我来讲，那个名次不是我们要的东西。我们把它当成是一种教育的方式透过合唱来去教导我们的小朋友。布农族传统文化真正内涵，其实是回到大自然里面，在他的歌，在他的生活，都在去追求、去实践，跟大自然和谐共生，那是一种生命共同体的概念。布农族拥有著名的合唱文化，用来表达对于大自然的感谢。马彼得带领学生们循着祖先的足迹，重新学习如何聆听自然之音。马彼得衷心地希望孩子们能够懂得尊重自然，并且让大自然的声音世世代代地吟唱下去。